最近很多人都出来说现在股市涨得这么厉害，都是因为炒作 AI 这个概念。而 AI 到现在呢，都还是一个烧钱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研发招人才买设备、买显卡之类的，都是很烧钱的。就是说，你投了10亿进去研发这 AI， 听起来呢，你这个公司前景是很牛的，但实际上你这个10亿现在就亏了9亿，相当于你养着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呢不会帮你赚到钱，而且什么时候能赚到钱你也不知道。那么正当你觉得自己快熬不过去的时候呢，你却发现这个亏钱的项目居然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都跟着你砸钱进去。也就是说，项目不赚钱，但是你这个公司的股价涨了，你在股市里面就赚走了投资者的钱了。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卖 AI 不赚钱，但是你卖股票赚的钱比你卖 AI 多，所以这个股市里面是不是就会有泡沫呢？泡沫就是说当现在股票价格越吹越高，远远就高过这个股票价值的时候呢，就会好像一个泡沫一样，很容易呢就会爆破，然后就会崩盘了。那真的是这样吗？然后很多人呢就因为这样瞬间就慌了。那这有什么好慌的呢？就算真的有泡沫，这不是好事情吗？大家好，我是曹医生。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的泡沫呢都是我们捞钱的时候。因为泡沫刚开始暴涨的时候呢，我们买股票就可以快速的无脑赚钱，而当泡沫被刺破暴跌的时候呢，我们做空股票也可以快速的无脑赚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泡沫，股市都是不涨不跌的，那么我们赚钱又怎么能如此之快呢？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非常讨厌泡沫呢？因为他们都是在泡沫里面亏钱的。原因很简单，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无数人都去炒股炒房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场泡沫，导致了被资本家忽悠，在价格最高的时候去马入接盘，人家大户在卖，他们就在买，因为他们以为股市呢还会无脑的涨，结果资本家都卖完货了，就反手一个做空，直接推倒了所有资产的价格。而大部分的散户呢，就只能在价格暴跌的时候不断的割肉贱卖资产。简单来说，就是时机错了。然后第二种可能呢，又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明明都没有参与投资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事因为在泡沫崩盘的时候呢，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崩盘，然后就会进入到衰退，大部分的理财产品都会出现亏损，甚至说你不做任何的投资，只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上班族呢，但这也不代表你的老板没有做投资甚至说他们可能因为生意不好，然后就选择减低成本，就把你裁掉了。而就算你的工作是保住了，也不代表你的家人能保住，他们可能还会找你借钱，你不借呢，他就要去跳楼了。再严重一点连这银行都能倒闭的，你存的钱呢都拿不回来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97年、00年、08年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泡沫爆破的时候呢，你明明很乖没有参与的，但都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到最后还是会牵连到你。而现在呢，美国很多的大银行是不是都倒闭了不少呢？很多的大企业是不是已经开始裁员呢？就业率的数据是不是都要造假了呢？失业率是不是已经飙升了呢？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这么好的话，美联储它只需要降息0.5个基点就 OK 了但现在为什么要急匆匆的一下子降个0.5个基点呢？而更重要的是，当大家都还在砸钱进去 AI 股的时候，全世界顶尖富豪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甚至连最赚钱卖芯片的黄仁勋呢，都在卖自己公司的股票，连最看好美国未来的巴菲特都持有了天量级别的现金。所以这一次 AI 不管是不是有泡沫，不管会不会爆破，你最好呢都要参与其中，因为我们不但要在这里面赚到钱，而且还要赚的比没有泡沫的时候多。最重要的是，至少你也要避开这里面的陷阱，保护好我们辛苦赚来的财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泡沫爆破之后的结果呢，就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现在大部分的人呢，都还在被蒙在鼓里。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会从一个商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告诉你我们这个圈子是怎么看 AI 的，还有我们未来的布局。可能呢又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或者是同行去模仿我，那无所谓的，只要这里面有1-2句话是对我的订阅者有用的，能够帮助你们过得好一些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这一期呢，真的是重中之重了，因为我很少没有更新的，但是为了整理这一期的资料呢，我上一期就缺席了，
所以如果你怕自己今天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为什么 AI 现在明明是一个亏本的生意，但是全世界的大企业甚至是国家都要疯狂的砸钱进去呢？也就是说，全世界掌握着最多钱、最多内幕消息、最聪明的那群人，他们都把钱砸进去，那这会是骗局吗？我告诉你，就算是骗局，他们也必须要往里面冲的。为什么呢？你把这弄懂了，你就会瞬间的开悟觉醒了。我们以前打仗是怎么打的？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都是用冷武器去打架的。如果你打游戏就知道了，都是直接拿着刀、拿着剑去砍的。这种呢就叫做冰冷的武器。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会六脉神剑，你只会一阳指的话，就是说当我拿剑来刺你的时候呢，你却用这手指来接招的话，那么你就会被我按在地上摩擦。然后后面呢就发明了火药大炮，就是当你拿着剑、拿着这个刀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只需要笑一笑，然后把这个大炮点燃了，直接呢就可以把你炸得粉身碎骨了。这就是热武器的一个原型。那个时候呢已经很牛了，因为你再厉害的招式、再厉害的军队，在这个大炮的面前呢，都只能是送头的。直到火药的这个东西呢被流传到西方国家之后呢，就发明了枪，发明了手榴弹，发明了炸药。热武器的时代呢就真的是来临了。就是当你打算用传统的大炮去射人家的时候呢，你这火药还没有点燃，人家的子弹呢就已经从你的太阳穴穿过去了。然后再到后来啊，就发明了坦克和战斗机。就是说，当你拿着枪指着我的时候呢，我都是站在那边随便让你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射速再精准哦，你也射不破我的坦克。而当你没有子弹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坦克的大炮呢，还有在上空战斗机的炸弹呢，都已经瞄准了你的整座城市了。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按下那一个红色按钮呢，你就会灰飞烟灭了。然后再到了后来，就出现了导弹、航母、隐形战机这些，玩的就是资讯化的战争。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躲在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啊，你躲在了一栋楼的后面，那么呢，我都能够侦测到你的位置，然后我的导弹就会绕过这一栋楼，直接追着你的屁股炸下去。就是说，我们的武器呢，就好像装了眼睛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地形，都能够精准的找到你，你怎么逃都逃不过。这呢就叫做绝望。当你以为只要你可以豁出去，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家卫国的时候呢，人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可以把你轻松的碾压了。这就是科技的差距带来的痛苦。直到后来呢，这个核弹发明了之后，全世界都不愿意打仗了，因为一个核弹炸下去，整个国家就没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和平的年代。而这个时代呢，很多的军事化技术都被民用化了。就是说，以前这个电脑啊、卫星啊这些呢，是只能用来打仗的。而这些以前只能军用的技术，因为无仗可打了，所以就下放到民间了。而现在就发展到被我们用来看这 YouTube 啊、看 Netflix、打游戏。因为那个时候呢，军事的技术最牛的就是美国嘛，所以当这个技术被下放之后呢，现在最赚钱的科技企业也都是还在美国。也就是说，现在的科技强弱呢，不但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谁掌握了科技呢，谁就可以掐着全世界的脖子。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再出现那种啊，你拿刀来砍我，我用这个坦克来射你的绝望啊。所以这种贪婪和恐惧呢，就是全世界亏钱也要砸钱的原因。而一旦最有钱、最有权的那群人都有了贪婪和恐惧呢，这就会被利用，形成了一个无解的骗局。什么意思呢？大家有听过星球大战吗？当时美国跟苏联在竞争做这个世界老大的时候呢，苏联就拥有了很多的核武器。如果硬要打的呢，那肯定是两败俱伤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就连夜的做了一份 PPT，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份高度机密的 PPT 呢，居然就泄露给了全世界。内容是这样的，就是说苏联的这个核弹很强，那你强任你强，你研发这个进攻的系统，那我们美国呢就研发这个防御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直接飞上这个太空和宇宙，只要你这个苏联向我射核弹，我们就会在太空直接用导弹给你击落。也就是说，你花再多的钱去研究这个核弹，在我们的防御系统面前哦，都只是工业垃圾。这就是星球大战的一个计划。所以如果你是苏联的话，你听到这个计划，你怕不怕呢？你要不要跟着砸钱进去研究怎么上太空呢？
所以当时呢就有了这个太空竞赛，谁先上了太空，就代表谁的军事力量比较强，谁就是天下第一。也因为这样，苏联就直接从国库里面拿出了1/3的身价压进去了，几乎呢是耗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没有得到什么研发的结果。那怎么办？这时候反悔不可能，对吧？都砸了这么多钱了，现在认输不就是前功尽弃吗？也因为这样，就只能继续砸钱了。而结果就是苏联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力呢就被这个星球大战弄到崩盘了。而到后来美国登月了，到现在呢还存在争议和阴谋论。但是不管这件事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这个太空防御的计划呢现在就已经被无限期的延迟了，能听懂吗？而 AI 这个概念呢，在这几年就被美国的媒体满大街的去宣传。你知道这个东西又代表什么吗？就是说今天你派一个军队的人跟我打的时候呢，我只需要派个机器人、机器狗跟你打，对吧？我一个几百美金的无人机呢，就可以轻松的把你几百万美金的坦克给炸了。你死的呢是真人，我死了是机器人，你怎么跟我打？所以全世界你要不要砸钱进去 AI 呢？也因为这样，就发展了现在的 AI 大战。也就是说，这些什么无人驾驶啊，什么元宇宙 NFT、ChatGPT 之类的，就是在民间展示出来的 AI 技术。其实暗地里呢，就是代表了你这个国家在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比如说我这个国家在街上跑的车已经可以使用无人驾驶了，那是不是代表着在战争的时候我也可以把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运用出来呢？就跟当年你美国可以上太空了，就可能代表它可以把武器送上太空发射一样，只是当年叫做太空竞赛，现在呢就叫做 AI 竞赛。而竞赛又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一个国家或者是企业呢，他们不会去想这件事情能不能赚到钱的，或者是说要砸多少钱进去的，只是说必须要去做好这件事情。就好像当年这个哥伦布探索这新的大陆一样，明知道这件事情都是未知的，是烧钱的，但也必须要去因为一旦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个地方和资源呢就都是我的了。所以当全世界都去研发 AI， 就等同于当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旧金山里面有很多的黄金，所以大家都去挖金一样的。挖金需要什么呢？铲子而研发 AI 需要什么呢？芯片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让我们赚最多钱的股票呢，也就是 NVIDIA 的股价可以无脑暴涨的原因。因为 NVIDIA 的芯片呢是研发 AI 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 NVIDIA 就是全世界的资金都必须要往里面砸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年年头的时候开始去碰的这只股票呢，赚钱基本上是最简单的。所谓的简单，不是说今天你投100万，明天就能赚200万，这种叫做赚钱快，而不是说是最简单的。真正的简单是说，这只股票基本上都是大涨小回的，就是说今天让我们赚10万，明天跌个1万，后天又赚了10万，大后天又跌了1万。你看绿线跟紫色线波幅呢都是很小的，我们投资追求的就是这种状态，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可以一直放心持股的关键。如果说今天让你赚200万，明天让你亏300万的话，你就必须要经常的止损和止盈。所以一只股票你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如果你有买进它的话，它就会让你很快的赚到200万。实际上呢，这种大起大落的一种状态，就算你有买进了这只股票，但实际上呢，你也是赚不到这200万的，甚至说还会让你亏钱的。所以我们投资者追求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很快的赚到暴利，更不是说只许它涨不许它跌，而是说我们要长期稳定的赚到钱，而且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安稳的睡觉赚钱。所以年头的时候我就拍影片公开的呼吁说，大家可以无脑的买进美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整个市场就是大牛市，就是这一种大涨小回的一种状态。就算你选不中 NVIDIA， 但是大部分的股票呢都是可以让你很轻松的赚到钱的，只是说赚多和赚少的问题。但是如何从股市几万只股票里面选中那么1-2只像 NVIDIA 的龙头股，并不是说我们要懂得去预测未来，这肯定是骗人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是在图表上面却可以暴露了很多大户买货和卖货的蛛丝马迹，这个呢是不能骗人的。因为一只股票是涨还是跌呢，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有多好，它的价值有多被低估，而是说市场上有多少人在买，有多少人在卖，也就是供需。
我们只需要判断出大户在买货卖货的趋势，然后跟上就能够赚到钱。虽然说我们的方法呢不能提前的知道，但是这却是最公平的。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观察到天上有没有乌云，从而呢去准备好雨伞。一下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雨伞。就算没有下雨呢，对我们来说只是多带了一把伞罢了。而大部分的人在股市里面输钱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看天上有没有乌云，也不知道这个乌云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投资，但必须要是有系统的、有规矩的去投。我们一定要去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做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这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会赚你100块钱。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钱给你。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所以听起来呢，只要全世界一旦参加了 AI 竞赛，那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要么呢就是继续的砸钱，要么就是前功尽弃。而要研发这 AI 最需要的是芯片，也就是算力。那么当全世界的钱都必须要继续砸在这个 NVIDIA 身上的时候，它的股价就只会无脑的上涨。尤其是连中国华为的董事呢都说了，中国能把这个芯片做到7纳米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全世界发展 AI 最头部的是美国和中国嘛，所以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只要研发 AI 呢，就只能必须要跟美国买芯片。真的是这样吗？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华为的董事的讲话，我才发现他的意思呢是芯片是研发 AI 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这里注意听了，其实要发展 AI 是要取决于3样东西的，就是算力、电力还有数据。算力呢就是芯片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比如说美国只需要用100万张最先进的这个 AI 的算力卡，就可以研发出一套全世界最先进的模型，而其他的国家呢就要用500万张、1000万张才能研发出来。那么结果就是大家到最后都是同样的能够做出这个模型，只是说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要花更多的芯片、更多的算力才能够做得到。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结果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其他国家耗费的成本比较多而已。而这里面最大的成本啊就是电。在美国呢电费是很贵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电是很便宜的。也就是说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呢，从华为的董事讲话里面看到了未来 AI 发展的趋势，就是说美国发展的芯片就会越来越牛。这个技术呢可能是全世界都很难去追赶的，也因为这样美国可以对全世界进行这个芯片的制裁，就是说你要研发这 AI 对吧，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话，不然呢我就不会把这芯片卖给你，你这样就玩不了 AI 了。你玩不了 AI 呢，你就只能用刀来砍我的坦克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大家对美国的芯片是有很大的需求的，但是对于中国内地或者是其他国家电力很充足很便宜的情况来说呢，他们的芯片不够先进，但是他们一样可以用电力和资源来弥补的，一样都是可以研发出一样的结果的，一样的模型的，只是说美国用100张芯片，中国内地可能要用500张。所以结论是什么？就是未来不管如何呢，全世界对于芯片的需求还是在的。也就是说 AI 的泡沫不在于芯片，而是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看到 AI 最商业最广泛的应用是什么呢？ ChatGPT 这种对吧，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厉害，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了对吧，甚至说很多翻译员呢都已经失业了，因为你只需要把文字给 ChatGPT， 它就可以把文字翻译成你需要的语言。所以无数的人就会吹捧说 ChatGPT 将会取代人类，因为它将会慢慢的跟人一样有意识有思想。其实呢这个才是我认为的泡沫。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你问 ChatGPT 西瓜是什么味道的，然后它告诉你西瓜呢是甜的，
所以无数的人就会认为 AI 已经可以感受和理解到甜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它才可以判断西瓜是甜的。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ChatGPT 之所以能够回答出西瓜是甜的，靠的不是味觉，而是演算法，也就是推理啊。就是说，当你问西瓜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分析你这个问题里面的关键词，比如说西瓜和味道，然后呢，它就会从数据库里面去快速的寻找西瓜和味道最匹配的答案是什么。比如说，他发现了有1000万个答案说西瓜是甜的，有1万个答案说西瓜是苦的，所以他就会按照概率来判断西瓜就是甜的。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它没有主观的意识，也没有人类的触觉和味觉，它只是一个数学和统计学的模型。但是你不要曲解我并不是说 ChatGPT 没有用，只是说它至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都不可能达到很多人在吹捧的，就是 AI 会有意识，然后会统治人类的这种效果。因为这些 AI 会有意识，会统治人类的话呢，是讲给散户听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你对这个 AI 的预期呢去拉满，让你觉得在很快的未来 AI 就会取代人类了，所以你就会把这个钱投进去很多 AI 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上面。但是实际上这种靠演算法呢是有 bug 的，就是说如果你喂它吃的这种数据大部分都是说西瓜是苦的，那么当你问它西瓜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西瓜就是苦的。也就是说，它是不能够理解你的问题背后的意义的，它只能说讲话像人类，但是它短时间里面这种技术是不能代替人类的。简单来说呢，很多人都是为了 AI 会取代人类的这件事情买单，但是实际上 AI 暂时还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以后全世界的人类呢都不需要出来工作赚钱了，因为很快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交给 AI。以后就是 AI 替我们打工赚钱，然后把这个钱分给人类就行了。很多人呢都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去买单的，甚至什么我们未来5年呢就会生活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能听懂了吗？所以很多的钱呢就会投进去这一些研究什么元宇宙的公司啊，研究什么演算法的公司啊，但是这些公司到底最后有多少个会成功落地呢？我们不知道。也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AI 泡沫。就好像00年互联网泡沫一样，当时就有无数明日之星的互联网公司，现在呢是不是都已经不见了？比如说这 Netscape 网景公司，它是一家浏览器公司，也就是说它就是当时互联网的入口。当时所有的网站呢都必须要透过这个浏览器才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它一上市呢就已经暴涨了154%，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后来了，很多人现在听都没听过它的名字。但是人家当时是最火的公司啊，当时 IBM 和微软呢，可能连成为它的陪衬的资格都没有的。但是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现在这个 ChatGPT 不行，只是说 ChatGPT 烧钱的速度跟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很多公司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再没有人投资进去的话，几乎呢都不能撑过几年的。简单来说 ，AI 在目前的这个前期的阶段，最有价值的还是算力、电力和数据的这种公司，因为当这3个问题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的时候，其他被神化出来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呢，就可能会存在泡沫了。而且按照现在的速度呢，如果美国继续搞这 AI， 那么它单纯在算力上花了钱，在2年之后呢，就有可能超过它的 GDP。也就是说，美国整个国家的老百姓赚1年的钱都不够花在这 AI 上面。那么后续全世界会不会停止把这钱砸进去 AI 呢？或者说减少它的预算呢？那么我们就只能继续的观察了。所以重点来了，如果说这一次 AI 是一场泡沫，我们要怎么去参与呢？很多人说美股最近涨了，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说美股最近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呢是标普500指数，是美国其中一个股市的大盘。为了方便大家看呢，紫色箭头呢是上涨，绿色箭头呢是下跌，大家能看得到吗？今年标普呢是上涨了，基本上大的回调呢就只有2次，一次是 5.9%， 一次呢是 9.6%。也就是说，当指数跌 6% 的时候呢，指数里面大部分的股票呢可能就会跌 12% 左右，大盘指数呢跌 10% 的时候呢，股票就可能跌了 20%。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标普跌完了9.6%之后呢，现在又很快的涨上去了，然后甚至呢是突破了红色的那一条压力线，也就是说它创了新高了。所以很多人看到的就是美股还在涨。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代表是美国科技股的大盘，也是一样的，紫色代表涨，绿色代表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纳指下跌的波幅呢是比标普大的，第一次是 7.3%， 第二次呢，也就是我之前提醒大家的，大户有出货信号的那一次，就暴跌了 17%。可能 17% 你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看一下个股 ，Nvidia 呢就分别暴跌了 35% 和 22%， 而至今就算它反弹了，但是纳指和 Nvidia 还没有涨回去，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被套牢了，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美股下跌了，这也就是大部分人的视角，因为今年最多人买的股票就是 Nvidia， 所以我们不难的在这里面看得到，美股无论是标普还是纳指，他们下跌的波幅呢变大了，尤其是纳指，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在美国科技股里面赚到钱就变困难了，你预期很多人的止损或者是止盈呢都会变得很紧密和频繁，这呢在我们趋势投资的人眼里呢，就是说纳指可能已经进入了第3阶段了，代表什么呢？代表它已经开始整固了，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就是说它可以整固完了之后有机会继续的上涨，但是按理论来说呢，现在这个第3阶段可能就代表着见顶了，所以它下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并不是废话，这绝对会影响到我们投资的决定。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你必须要赶快去免费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赶快的去上课，因为真的很重要。而标普相对来说呢，交易就会相对容易一点，因为最起码它反弹的力度是很够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投在美股的仓位就不会像年头之前的就是那么大。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100万美金，我们可能只投30-40万，因为这种波幅很大的市况，我们的胜率呢就会降低很多，可能从之前牛市的 80% 降到现在 40%， 所以我们投进去的钱呢也要按比例的减少，这样呢才能够控制风险。比如说以前100万亏 20%， 我们就会没了20万，但是现在我们投40万没了 20%， 我们可能才亏8万。而我们选的股票就不再是 Nvidia 这种 AI 股或是科技股了，而是比如说我有对外讲的可口可乐或是 LMT， 但不是说现在让你去买啊，因为我讲了很久了，也涨了很久了。当牛市可能走进尾声的时候呢，基金里面的资金就会转移到比较稳的公司里面，也就是所谓的落后股。但我们内部关注的股票呢，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的，你走进免费股票投资班之后呢，就有资格成为我的弟子。到时候呢，私底下再跟你分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会轻易的去交易纳指里面的股票，因为纳指呢已经跑得比较慢，而且风险比较大了。甚至说，如果它现在出现崩盘了，这 AI 的泡沫爆破了，我们还会去做空了。但是暂时它还只是横向的大幅度的发展，没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对它有什么样的动作。如果说我们买卖股票，就会选择现在跑赢大盘的股票，而不是执着于 Nvidia， 这能够听懂吗？好了，接下来的几期影片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说，美国宣布降息50个基点，而不是25个基点，是不是暗示经济真如我之前所说的已经衰退了呢？哈里斯在总统辩论赢了这川普，是不是说我们要提前布局哈里斯当选之后利好的资产呢？这一切的答案，你预期呢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什么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